空藏很久，不曾回到青云山。他在那里长大，却始终不知道自己是从哪一片雾里来的。青云山很高，高到山顶浮在云层之上。他在蒲团上长大，小小的身影映在青石地面，仿佛生来就是这古寺的一部分。大雄宝殿里，金身大佛端坐正中，香火常年不息。师父，我是从哪里来的？缘起为空，你叫空藏。那年冬天大雪，大师父从山下回来，怀里多了一个褪色的红布包裹，里面是一个婴儿，不哭不闹，只睁着一双黑漆漆的眼睛，安静地望着人。缘起为空，你叫空藏。青云山的雾散了又聚，聚了又散，你始终不知道自己从哪一片雾里来的。空藏，空藏。7岁那年，一对母子来寺里拜佛，女娃娃扬起脸喊了一声娘，我拜的对吗？母亲低下头亲了她一口。空藏跪在不远处，手里的抹布停住了。师父，什么是娘？佛门的孩子没有娘，只有佛。他开始偷偷收集东西，藏在枕头底下。他想，如果母亲来找他，就证明自己一直在等他。东西攒了一个小布包，母亲却始终没有来。18岁那年，他第一次下山，走了几步又站住了，回过头望着青云山。眼下的铜铃被风吹动，叮叮咚咚地响着，那声音他听了一辈子，此刻却忽然有些恍惚。他带着那个没有答案的问题，离开了住了18年的地方。山还是那座山，雾还是那片雾，没有人回答他。他走过许多地方，见过许多人，可只要一安静下来，那影子便又回来了，像一个等不到的回忆。经文说，照见乌云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可他渡不了自己。他只能守着这座楼，用一座青楼当寺院，用一群苦命人的平安，当他一个人的修行。空藏后来常常想起青云山，想起雾，想起雪，
想起檐下的铜铃，缘起为空，它叫空藏。青云山了雾，散了又聚，聚了又散，空藏。空藏。